嘿嘿，姑娘，那依你看，如果要杀吴老大，该怎么动手啊？哎，王姑娘，你想怎么杀我，就大声说出来。啊，段公子武功高强，乌某佩服。在下完全不会武功，全是靠王姑娘指点的。乌某今天才知道，天下之大，武功高强的人并非天山童姥一个人呐。吴老大，你还没说完呢。那2道剑伤究竟有什么不对啊？九义道人身上有2处剑伤，这就是说，下手的不是天山童姥。没错，我也这么想。因为天山童姥杀任何人都只用1招。哼，那也有可能是别人杀的呀。哼，缥缈峰100里之内，如果要杀人，一定是他亲自出手。他杀人向来只用1招，哪有在对手身上连下2招的道理？所以你们见到尸体之后，就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了。不是他老了，武功衰减了，那就是已经死了。灵鹫宫的主人，可能已经不是天山童姥了啊！不是了，是怎么回事啊？童姥掌握着我们的生死符，我们必须听命于他。如果他把生死符交给了第2个人，我们还要做别人的奴隶。你们决定攻打缥缈峰，就没有去缥缈峰再查过吗？我每次去的时候，都怕碰见里面的人。这次我鼓足了胆儿，去里面探查了一番。不怕大家笑话，我看见那女童瘫软在地上，我也高兴地坐在地上。哈哈，来，抬过来。是个小女娃。这个女娃娃，便是吴某从缥缈峰上擒回来的。我抓到这个女娃以后，马上下山，然后一再盘问。可惜，她是个哑巴。看来她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！这样对待一个孩子，太残忍了吧？残忍？比起天山童姥，天下还有更残忍的吗？你们要报仇，该去找天山童姥才对啊！对付一个小姑娘有什么用呢？当然有用。诸位兄弟，今天咱们齐心合力反了缥缈峰，今后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大伙歃血为盟，以图大事。有没有不愿意干的？我们愿意，各位兄弟，请大家取出兵器，每人向这个女娃娃砍上1刀，刺上1剑。这女娃娃终究是缥缈峰的人，大伙的刀头喝了她的血，从此跟缥缈峰势不两立。就算再有3心2意，那也不容你再畏缩后退了。光荣公子，你必须制止才行啊！段公子，咱们是外人，不便随便干涉。不要！公子，那是不是？我认识，
你是少林寺的师傅虚竹，出家人以慈悲为怀。啊，你说什么？那个人是少林和尚？胆小鬼，只想到逃命。谁？谁在说话？我是你姥姥。小妹妹，别闹了，现在很多人等着杀咱们呢。你快进来，我背你上山啊！快，来呀，快呀！吴老大，你说现在该怎么办？杀！管他什么少林武当，连那个小和尚一起杀死。咱们人多，分头追，就是搜山也把他搜出来。公子爷，咱们怎么办？咱们当然不能欺负一个小姑娘和一个小和尚，是不是，公子？慕容公子是什么身份？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呢？是不是啊，慕容公子？小妹妹，说，你这个戒指从哪儿偷的？啊，出家人不可偷盗，这是一位老前辈给小僧虚竹的。胡说八道！你是少林和尚，他怎么可能把戒指给你？你要是不说实话，我就抽了你的筋，扒了你的皮，叫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小妹妹，喂，你怎么打人呢？小小年纪，这也太无礼了吧！你叫虚竹？嗯，林玄慧虚，你是少林第37代弟子。玄慈、玄悲、玄苦、玄难这些个小和尚都是你的师祖。说呀，我问你话呢。你说的是不错，但你称本寺方丈大师为小和尚，这也太无礼了。这个，我和他师傅灵门大师平辈，我叫他小和尚，有什么无礼呀？啊？你到底是谁？还问？要不是我看在你救我有功，姥姥早就一掌打死你了。姥姥，请叫你尊姓大名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我问你，你这戒指从哪儿弄来的？这戒指确实是那位老前辈给我的。小僧是少林弟子，实在不能收受。可当时那位老前辈快不行了。快不行了？他怎么了？他死了吗？啊？他长什么样子？快说呀！啊！他胡子很长，脸很白，长得像个老神仙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不能死，他不会死的，他不可能不行的。他一身武功，一身武功，一身武功。你，臭和尚，乌鸦子一身武功，他不散功，他怎么能死？说，你在哪儿遇见他的？啊？你说的是聪勉先生苏星河的师傅吗？废话，你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，居然敢说他把戒指给你，真是厚颜无耻，大胆之极！小僧没有骗人，小僧确实是在一个山上，无意间破解了那个真龙棋局，就遇到老前辈了呀。真龙棋局几十年来难倒天下多少人，凭你也能解得开啊？凭小僧自己自然是解不开的，但当时聪面先生逼小僧落子，小僧就闭上眼睛胡乱下了一子，谁知道误打误撞就给解开了。
哎呀，罪过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怎么可能？我看见他们了！快钻进袋子里面！快点，快点！他们追来了！快呀！你这么好，留下满地脚印有什么用啊？啊！那怎么办啊？上树！上树！哎呀，这树这么高，怎么上啊？哟！看你内力不弱，怎么武功这么差？连这点粗浅的轻功也不会，你提起跳一跳试试。好。嘿！姥姥，你没事吧？哼，小和尚，你宁可自己受伤，也不敢压我，总算对姥姥有礼。姥姥就教教你轻功心法，听好了。上月之时，双膝微屈，提气丹田，等觉得真气上升时，就放松筋骨，气压玉枕穴。听明白了没有？哦，明白了，明白。那我先自己试试，别再摔着你啊！试什么试？回来没时间了。姥姥教你的没错，快走，快走，快点，快！小和尚，我渴了。哦。看你的样，真没出息，这么点粗浅的功夫也能乐成这样，快点！是。别我的，你的内功不是少林的，说，跟谁学的？这是乌鸦子老前辈临死前传给小僧的。乌鸦子老前辈先化去了小僧的少林内功。看来乌鸦子真是把逍遥派掌门之位传给你了。哎，到那边歇会儿。小和尚，过来。姥姥。这么说，乌鸦子真把逍遥派掌门人的位子传给你了？是啊，老前辈是这么说的。什么老前辈？乌鸦子是你师傅，
你怎么还叫他前辈？这个，姥姥，小僧是少林弟子，不能改头别派的。那你是不愿做逍遥派掌门人了？我当然不愿意了，小僧是少林弟子。那好吧，你把戒指给我，我替你做逍遥派掌门人的位子。姥姥，你来做。好，好，好。给。乌鸦子还给你什么了？哦，乌鸦子老前辈还给了我一幅画。画？他让我去大理无量山学什么北冥神功。什么画？哦，打开。他要这贱货教你武功。这个贱货！饿了吗？还真是有点饿。这里有很多羚羊，还有梅花鹿和竹鸡。我教你一门平地快跑的轻功，你去给我捉些来。啊，姥姥，出家人不可杀生，我是宁可饿死，也不会沾荤腥的。贼和尚，难道你从没吃过荤腥吗？小僧曾经受人欺骗，吃过一回荤腥。但那是无心之失，佛祖不会怪罪我的。反正现在要我杀生，我不干。哼，你不愿意杀鸡杀鹿，却愿意杀人，岂不更是罪大恶极？我什么时候愿意杀人了？等太阳到了头顶，我要是还没喝到鲜血的话，就死了。好端端的，干嘛要喝鲜血啊？我每日中午要是不喝鲜血，全身真气沸腾，姥姥我就活活烧死了。不杀生是佛门第一戒，让我杀生我办不到。你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快来呀！他们在这儿呢，快来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姥姥，那个岛主，还有那个，你过来，我教你几手功夫，你去把他打倒。我不杀生，不算破戒吧？不杀生就好，可我怎么打得过他呀？笨蛋！乌鸦子是苏星河和丁春秋的师傅，他把70多年的功力都传给了你，一个破岛主怎么能和你比？跟我学，伸出右手，真气运到左臂。跟着左手食指点敌人腰间，一定要准。要是有半分差错，不但连敌人也打不倒，自己的命也得丢，知道吗？真是太笨。小和尚，你逃得很快呀！看你还往哪儿跑啊！怕什么？出招！哎呦，小和尚，敢跟爷爷动手啊！哎呦！
姥姥，他有刀怎么办？地上有松球，捡一把。好。姥姥，砸的干嘛不用石头？你不是不杀生吗？快，用我刚才教你的那招，用中指运真力把松球弹出去，快点！打歪了。小和尚，耍大爷我的！笨蛋，你没有两手指头啊！哦。啊！哎，你那是干什么？他死了，我喝他的血治病，不行吗？他死了。吴先生，小僧实在不知道松球能伤人。小僧犯了杀戒，实在是罪孽深重。我要知道松球能杀人，我怎么着我也不会扔啊！臭贼秃，你内功高强，我吴老大技不如人，死就死了，你还说什么风凉话？哼，什么松球不能伤人啊？这北冥神功我是知道的。什么北冥神功啊？哎呦！今天是便宜了你这个小和尚。北冥神功本是不外传的，你能学会也是缘分。吴老大，眼力不错呀，还能瞧出这手功夫。哎呦哎呀，你是谁？你不是哑巴吗？怎么说话了？给他服下。这是九转雄蛇丸。不错，你还真有点见识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是缥缈峰的什么人？我救你是因为我用得着你。我一心想抓你回去，和众岛主杀你立盟。你怎么用我？光明磊落，是条汉子。这是八荒六合，唯我独尊功。你是谁？童老的弟子吗？我刚才给你服了几粒药丸？2粒。灵鹫宫九转雄蛇丸神效无比，何必要用2粒？再说，你这猪狗不如的畜生，也配服我2粒灵丹吗？那另外1粒是？看看你的玉堂雪。啊！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的生死符所在？你给我吃的是断筋伏骨丸。你不用惊慌，我不会让你这么快就死的，我还用得着你。断筋伏骨丸是什么？
就是让你全身软筋都断了。那是嘴巴不能张，舌头不能动，然后，你只要给我乖乖的听话，我不催动，毒性10年也不会发作。吴老大，姥姥，吴老大不见了。吴老大，吴老大，姥姥，路来了。去这么长时间，你连路都打不过了？和尚，趁火烤鹿肉。啊！哎呦，罪过罪过，不能杀生，不能杀生。午时到了。你又吸血了。罪过罪过。行了，去把它给烤了。是。你怎么好像长大了？眼力不错嘛，居然看出我长大了。但身体好像没长大。天山童姥身材有如女童，自然是长不大的。天山童姥，你是天山童姥？你当我是谁呀？姥姥我身如女童，难道你眼睛瞎了，瞧不出来吗？哎呀，我早该知道，我真是天下第一号大笨蛋呐！我以为你是灵鹫宫的小丫头，没想到你就是天山童姥。哎呀，我该死，该死，该死！哎呀，我该死！你呢？你认为我是什么人呢？我以为你是个借尸还魂的女鬼。放屁！什么借尸还魂的女鬼？你明明是个小女孩，却偏偏让我叫你姥姥。要不是鬼魂附身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小和尚，异想天开。哎，你有机会没杀我，现在后不后悔呀？啊？不错，我实在是后悔呀！我3次上缥缈峰，听过你的声音，可是我的眼睛被人蒙住了，没见过你的面，我真是有眼无珠啊！哎呀！不但你听过我说话，36洞72岛的妖魔鬼怪，听过我说话的人实在是不少。我要是不装哑巴，早让你们给杀了。你武功那么高，杀人不用第2招，我怎么抓你时，你不反抗啊？我还得谢你呢。那天正好有一个武功高强的仇人要来，姥姥我身子不适，正愁难以对抗。
多亏你把我抓走，才让我躲过了这一劫。可是你抓住我之后，说我假扮哑巴，以种种无理手段对付姥姥。你还邀集36洞72岛的妖魔鬼怪，决心背叛我。你知道下场吗？姥姥，不知者不罪，不知者不罪呀！姥姥，求你饶了我吧！我实在是不知道你是姥姥啊！我要知道你是天山童姥，借我10个胆子也不敢冒犯您呐！姥姥，饶命啊！姥姥，饶命啊！姥姥，站住！饶命！你去哪儿？姥姥，小僧这几天做了不少傻事，这就要告辞了。你做什么傻事了？姥姥，你武功威震天下，小僧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深浅的出手救你，让姥姥你笑话了，小僧自己也觉得无地自容。你起来，再给我弄条路来。是。小和尚，你确实救了我，不是做了什么傻事。天山童姥平生不向人道谢，但你救了我，姥姥一定回报。你这么高强的武功，何必用我来救你？姥姥所练的功，叫做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。这功夫威力奇大，但有一个不利之处，每隔30年便要返老还童一次。返老还童，这不很好吗？我看你这小和尚忠厚老实，又救了我的命，还和我逍遥派渊源极深。姥姥就告诉你吧，我6岁开始练这门功夫，36岁返老还童，花了30天；66岁返老还童，花了60天。我今年96岁，返老还童就得90天才能恢复功力。你今年96岁？我是乌鸦子的师姐。乌鸦子要是不死，今年93岁，我比他大3岁。这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是一门神奇无比的内家功夫，只是我练得太早了，6岁开始修炼，所以比别的女子身小，老是这样。哦，我听我师父说起过，说练手少阳三焦经脉就能这样。不错，少林派不愧是天下武学之首，连你这么个小和尚，居然也有这样的见识，不简单呐。我也是听我师父说起过。哎，姥姥，你今年返老还童会怎么样呢？返老还童期间，武功全失，修炼1天，功力恢复到7岁；第2天恢复到8岁；第3天恢复到9岁。每1天等于1年，每天必须喝鲜血才能练功。我有个死对头，他知道我功夫的练门，算出我返老还童的日子，要来找我寻仇。姥姥，我正愁没办法对付他。哼，正好，那个吴老大闯上山峰，把我抓走了。那天我正好练到第3天，功力只有9岁的，根本没法反抗，所以我只能装哑巴。前几天我一直找不到鲜血喝，要不是你，我再耽搁1、2天，真气胀裂出来，我就死了。我说你救了我，哪儿错了？那你恢复到96岁功力还需要85天，那就得杀85只梅花鹿或者羚羊。哼，小和尚这会儿聪明了。你武功虽然低，但是乌鸦子把他70多年的功力传入到你的体内。你现在好比是个大财主，祖宗把万贯家财都传给了你，但是你不会花，
姥姥我就教你怎么画。你练1个月，就能有点小成，勉强可以和我那个死对头较量。前辈，小僧是少林弟子，不能学别派的武功。什么少林弟子？你的少林功夫早让乌鸦子给画光了。那小僧就回少林寺从头练起。反正我是少林弟子。你。路血喝过了，你把它给我宰了。不行，姥姥，这鹿这个……好啊，只要你听我的话，我可以不杀鹿。但你要是不听，你信不信？我把这山上所有的鹿都杀了。我信，姥姥，把这小鹿放了，虚竹听你的吩咐就是了。把鹿给我放了，一边待着去。是。你过来，我先教你心法。给他附上。虚竹师傅不杀生，从今天起，你也不许吃荤，只能吃松子。要是让我知道你敢吃肉，姥姥，我知道。一边给我待着去。是。多谢姥姥不杀这只小鹿，小僧。行了，你别废话，赶快给我练功。哎，快点。太快了。这才是逍遥派的风格。吞。
不错，你虽然悟性不高，但是终究勤能捕捉。姥姥，小僧这几天能学会天山折眉手这样高深的武功，全靠姥姥精心赐教。学会，还差得远呢。不过，你已经能使出3成功力的北冥神功，武林中的那些乌合之众，早就不是你的对手了。我知道了。哎，姥姥，你的声音……我现在已经恢复到36岁的功力了，但是身子是长不大了。姥姥，你背后有一个……师姐，你在这儿好自在呀！吓我一跳，姥姥，你还有个师妹啊！啊！快别我走！笨蛋，他就是我的死对头！快走啊！师姐，咱们姐妹多年不见，怎么今天刚见面，你就要匆匆离去呀？小妹算到这几天是你返老还童的大喜日子，特地到缥缈峰灵鹫宫看望。想不到你竟然在这深山里陪一个小和尚。姥姥，怎么办？悬崖！往那边走。好。师姐，你还跑吗？你还往哪儿跑啊？放下去。姥姥，现在咱们怎么办？师妹，这是什么呀？掌门指环，你从哪儿得来的？明知故问，当然是无崖子给我的。说谎！乌鸦子怎么会给你？是偷来的还是抢来的？快说！李秋水，逍遥派掌门人有令，还不跪下听候吩咐？掌门人，是你自己封的吧？违抗掌门号令，李秋水，你想背叛本门吗？姥姥，师姐，你是怎么骗乌鸦子的？还是跟小妹说了吧？你同门师妹，你简直禽兽不如！禽兽不如？你看，这就是他给我的，这个仇我能不报吗？没错，你的脸是我划画的，可我练功有成。26岁那年，本来可以使身子大小恢复正常，是你，害得我走火入魔，结果到现在，我的身子一直都是这样。这个仇，我能不报吗？二位施主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小秃驴，你找死！李秋水，我今天落到你的手里，随你怎么报复。可是这个小和尚，他是无崖子的忘年之交，你要动他一根毫毛，无崖子绝不会放过你的。还在撒谎！师兄要是还活着，这个掌门指环怎么会在你的手中？小和尚跟我无冤无仇，杀不杀他倒是无妨。姐姐，
我这里有2颗9转雄蛇丸，你还是服了吧。你要杀我就快动手！想让我吃断筋伏骨丸，休想！哼，姐姐，小妹对你一片好心，我看你还是吃了吧。小和尚，快在我天灵盖上击一掌，送姥姥归西，省得受这贱人凌辱。哎，你既然想死，让我成全你吧。北冥神功。把我交给他吧，也许他能饶了你。不能见死不救。师姐，你就这样死了，太便宜你了。佛祖保佑，这棵大松树救了咱们。姥姥，姥姥，姥姥，你怎么样？怎么样，姥姥？快来给我点血止血，然后把腿上给我裹好，免得留下血迹，被那贼贱人追来。我和那贼贱人仇深似海，他不见到我的尸体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可我还有60天才能恢复神功，这60天，我们该躲到哪儿去呢？少林寺。啊，姥姥，这。不用怕，少林寺离这儿太远，咱们去不了。离这儿最近的就是西夏，可西夏那贼贱人就是西夏的皇妃，她要是动用西夏一品堂的高手一起搜寻，咱们就真没处躲了。姥姥。那咱们就在这深山中找一个山洞躲起来，怎么样？没用，他肯定会先搜山。你解开乌鸦刺真龙棋局，第一子下哪儿？第一子啊，第一子是小僧闭着眼睛瞎下的。自填一眼，将自己的棋子送吃了一大片。是啊，几十年来，不知道有多少聪明胜你100倍的人，都解不开这个真龙。那是因为自寻死路的事，谁也不会去做。走，往西边去。快！啊，去哪儿？置之死地，而后生。姥姥，往西是西夏呀，你不是说你师妹是西夏皇妃吗？那咱们这么去，岂不是自寻死路吗？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他死也想不到。多谢了。看什么？快点走！哦。哎，往房那边，快！
小和尚，记住了，天山折眉手虽然只有6路，但是包含了逍遥派武学的精义，凭你的资质是永远学不全的。现在你算是入门了，以后学到什么程度，就看你自己怎么努力了。姥姥，我学这路武功，开始是为了不让姥姥杀小鹿，现在是为了不让别人杀姥姥。等姥姥你功力恢复了，我就回少林寺，重新练我们少林的本门功夫，把你教的那些都忘了。小和尚，你这是舍玉取瓦，让我大开眼界。你这是难得的笨，臭和尚死也忘不了本。行了，找个地方休息休息，晚上进灵州。走吧。蹲下，快！我们来皇宫干什么呀？李秋水看不到我的尸体，他把地皮翻过来也要找到我的。哦，这方圆2000里内，可能只有一个地方他不会去找，就是他家。不得了了，这可不得了了！嘟囔什么呢？快走！快！进去。好。下去，快！这是什么地方？是粮仓吗？这里是皇宫的冰窖。走，到下面去。这是冰窖的第3层，那个贱人再聪明也找不着咱们了。
不错，御厨房里面应该有不少活鸡活鸭。不行，鸡鸭猪羊的血没什么灵气，不如梅花肉和羚羊。走，咱们去御花园，捉些仙鹤、鹦鹉什么的，我和贤女吃肉。不成不成，姥姥，小僧是佛门弟子，绝不能杀生吃荤。姥姥，你现在已经到了安全的地方，小僧告辞了。你去哪儿？小僧回少林寺。做梦！你得陪我到神宫回复，杀了那个贱人才能走。姥姥，我知道我劝你，你一定不听，但是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反正冤家宜解不宜结啊。修道苦志，当念往劫，舍本逐末。念什么呢？啊？菩提达摩的《达入道四行经》。达摩不是你们少林寺的老祖宗吗？我以为他有什么通天称地的本事，原来也是个婆婆妈妈、没骨气的臭和尚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乖乖听我的话，我就把逍遥派所有的神功都传给你，到时候你就是天下无敌，不比做和尚强啊！众生无我，苦乐随缘，纵得荣誉。这天下历来以强欺弱，用功正差，肯定受人欺负。你想过快乐的日子，你就得当天下第一强者不可，你知道吗，笨蛋？世人长迷，处处贪着，明知未求。禅师悟真，三界皆苦乐随缘，心无增减。经曰：逢苦不忧，实达过也。有求解。练功不是只要一只吗？干嘛多杀一只啊？我是好心给你吃的呀！你这佛家戒律不识荤腥，这戒是破了吧？破了一戒，再多破几戒也无所谓了。我就是让你当不成和尚。哼！荤腥都尝过了，还念什么经？小僧是被人逼迫的，不是自愿的。
不算破戒。那依你的意思，我要是不逼你，你就不会破戒？绝不会。好，那咱们就赌一赌，我再也不逼你了。能不能给我点豆腐吃？红烧肉、清蒸肥鸡、糖醋鲤鱼，这可都是宫廷御膳呐。小子，宁死不吃。天山童姥作对，我告诉你，我要让你知道你祖姥姥的厉害。哼！
佛门弟子要不要受淫戒呀？这是你自己犯的，还是姥姥我逼的呀？嗯，姥姥，别打岔！你这口是心非、风流好色的小和尚，你倒是说说，是你赢了，还是姥姥我赢了？哈哈哈哈哈！你疯了你！要不是你体内早有北冥真气，你这么一撞，小命就没了。小僧罪孽深重，害人害己，再也不想还了。哼，要是犯了戒的和尚都要自尽，那天底下清规戒律还有何用？是佛门罪人，不但拜入了别派门下，背叛师门，又接连犯了杀戒、淫戒，还算什么佛门弟子？这婚戒守不守也是一样的。率性而行才叫真人，这才是好小子。好哥哥，我到底是不是在做梦？要说是梦，可我清楚的知道你在抱着我，我还可以摸到你的脸，你的胸膛，还有你的手臂。可要说不是梦，我怎么会躺在这里，突然间没有了衣服，到了这个又冷又黑的地方？可在这个又黑又冷的地方，却有个你在恋着我，等着我，爱着我。我是……不要说，我好害怕。你怕什么？我怕你一出口，这梦就醒了。你是我梦中的情郎，孟郎。孟郎，孟郎，你的心为什么跳得那么厉害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我跟你一样，又是快活，又是害怕。我玷污了你冰清玉洁的身子，死1万次也报答不了你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们是在做梦，不用害怕。你是我梦中的仙姑，
我就叫你梦姑好吗？好啊，好啊，你是我的梦郎，我是你的梦姑。像这样的甜梦，我们要做一辈子，永远都不要醒。你想知道夜夜跟你相会的梦中姑娘是谁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说那是真的吗？不是做梦？梦姑，姥姥，你告诉我她是谁？真想知道？是啊，那不容易呀。要真是这样的话，晚辈不知道该如何报答前辈才好。我不要你报答。等我的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练好之后，就去找李秋水那个贱人算账。可是我现在断了一条腿，不是他的对手。万一我死在他手里，就没办法带你姑娘给你了。除非怎样？除非你助我一臂之力。小僧武功低微，你又能帮得上什么忙呢？哼！从今天起，我再教你一套天山六阳掌的功夫。等我和那贱人斗到生死关头，你只要打那贱人一掌，他就会真气宣泄，必死无疑。我虽然犯了戒，做不成佛门弟子，但要我帮他杀人，这种违背良心的恶事，我可万万做不得。姥姥要小僧相助一臂之力，原本是应该的，但如果因此你杀了他，小僧却是罪孽深重，从此沉沦万劫，不得超生了呀！臭和尚，你这和尚早就当不成了，还存着和尚心肠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像李秋水那种贱人，杀了他有何罪孽？就算是大奸大恶之人，也应该教诲感化，不能随便杀人。好了，你不听我的话，杀不杀都随便。那个和你睡觉的姑娘，你就别想再见她了。为了那个小美人儿，我看你还是答应了吧。要小僧为了自己的幸福和快乐而去伤害他人性命，这种事小僧绝难从命。就算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那位姑娘，也是我前世注定的因果，缘分已尽，无可强求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所因所构缘尽，得失随缘，心不增。我再问你，你到底练不练天山六阳掌？阿弥陀佛，请前辈见谅。好，你给我滚，滚得越远越好。滚！既然这样，请前辈自己多多保重。晚辈不能再伺候您了。
说走就走，没那么容易。你已经中了我的生死符了。生死符一旦进入体内，永无解药。乌老大那帮畜生反叛缥缈峰，就是不甘心受生死符所制，想到灵鹫宫道德破解的方法。哼！老了我生死符的破解方法，岂能让他们得到？生死符的“生死”两个字是什么意思？你懂了吧？懂了。所谓生死就是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天山童姥恩怨分明，有奖有罚。你救过我的命，跟吴老大那帮畜生大不一样。我把生死符种入你的体内，那是罚。可是我再给你解开，那是赏。咱们把话说明在先。如果你想以此为要挟，让我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休死宁死也不肯。看不出来，还是条硬汉子。不过我要告诉你，生死符一发作，一天比一天厉害，奇痛巨痒，周而复始，永无休止。每年我派人去巡查各洞各岛，就是赐给吴老大他们镇痛止痒的药。我说过，你跟吴老大那帮畜生不一样。我在你身上一共中了9种生死符，我可以一起帮你解去，斩草除根，永无后患。姥姥，多谢姥姥，多谢姥姥。要除去这生死符的祸胎，就得用掌心内力。我这几天不能为你消耗元气，我教你些运功出掌的法门，你自己化解吧。是。吴老大这帮畜生，人品虽然差，武功却着实不错。可是没有一个能够以内力化解我的生死符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我种入他们体内的生死符，不但种类各不同，所使的手法也完全不一样。你体内这9种生死符，就得用9种不同的手法化解。你知道这生死符是什么东西吗？不是一种暗器吗？不错，是暗器。可你知道是什么暗器吗？我身上中了9种暗器，虽然又疼又痒，摸上去却无影无踪，身上也没有伤口流血。我实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这就是生死符，拿去好好看看。不见了！坏了，姥姥，我又中毒了，又中了。我给你的生死符其实就是块薄冰，明白了吧？哦，怪不得不见了。你在手中放一些水，然后倒运内力，因掌心中发出来的真气冷于寒冰数倍，清水自然凝结成冰。不错，学得蛮快的嘛。你一
张生死符钟在右腿膝关内侧阴陵泉穴上，你右掌运阳刚之气，左掌运阴柔之力。第7种手法缓缓抽拔，连拔3次，便将这生死符中的热毒和寒毒一起化解。明天中午我的神功就要练成了，今天我要好好定下心来静思一番。你别打扰我，以免乱了我的心思。日子过得真快，不知不觉已经2个月了。见见我，师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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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姥姥，他找来了。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？他找到我们了。他虽然知道我进了皇宫，但是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。西夏皇宫有几千个房间，就算他找上10天半个月，也未必找到这儿的。放心好了啊。哦。再说，等到了明天，咱们就不用害怕了。师姐，师姐，你出来见见我。小妹有很多话要对你说。师姐，你不出来见见我吗？我们的师兄乌鸦子就在这儿等着你呢。乌鸦子老前辈早就先去了。哎，姥姥，你别上他当啊！你放心，他是在用传音搜魂大法想逼我出去。他提到乌鸦子，只是想扰乱我的心神。我怎么可能上他的当？内力发出的声音，连3层冰窖都能穿透，更何况你的手？你静下心来，把他的话当成驴叫就是了。姥姥，现在是你功德圆满的重要时刻，这么重要，听到这些话，不是要分心的吗？你现在才知道啊！这贱人就是算准了时间，知道我练功一场，他就不是我的对手，所以竭尽全力来干扰我。那就暂时放下别练，行不行？在这样厉害的外魔侵扰之下，再练下去，那就有点危险了。你宁死都不肯帮我对付那个贱人，何必要来关心我的安危呢？我虽然不愿帮姥姥害人，但是也绝对不允许别人加害姥姥呀。
干扰姥姥练功了。你出来，出来！你抱我，再抱一些，你亲我，亲我这。他怎么说这种话？你对我真好。臭婆娘，你真不要脸！我师弟从来都没喜欢过你，他喜欢的是我。这样无耻不要脸的勾引他！别喊呐！你真不要脸，臭婆娘！你伤到我姥姥！我师弟在我18岁那年亲手给我画了一幅画，70多年来，这幅画像朝夕陪伴他，跟他寸步不离。哈哈，没想到吧？啊，臭婆娘，你听。他为什么要说这些假话？难道他已经走火入魔了？过了吧？胡说！师兄只爱我一个人，他是不会画你的画像的。你这个矮子，你骗人！你不要脸！师兄怎么会爱上你？你真不要脸！你以为师兄真的喜欢你吗？对，我是个矮子，我没你窈窕漂亮。可是我师弟早就明白了，我到老了都是处女之身。可是你呢，天生就喜欢勾引英俊潇洒的少年，你根本就是一个骚货。嘿嘿，咱们姐妹几十年没见了，姥姥应该好好亲热亲热才是。就怕你一个人不敢亲我。姥姥是故意激怒李秋水，引他进冰窖，看来是要跟他拼了。这李秋水生性骄傲，肯定不愿意借别人的力，非要和姥姥亲手算账。只可惜姥姥的神功还没有完全练成，现在这么一闹，很可能有性命之忧啊！哎，这可怎么办？妹妹，咱们也该叙叙旧了吧？这是自然。不过你除了被我打伤了一条腿，别的还没变呢。师妹，你也一点没变呢，怪不得师弟从来都没喜欢过你。神功还没有练成，又伤了一条腿，肯定会吃亏的。不行，我得上去看看。到底是谁呀？给我出来！哼哼，那是中原武林第一风流浪子，人称粉面郎君潘安，想不想见见？我长得这么丑，怎么会成了粉面郎君武潘安了？哼，姥姥又在拿我取笑。哼，胡说八道！我已经是88岁的老太婆了，难道还会喜欢什么小儿郎吗？粉面郎君武潘安，我看多半是背你到处跑的小和尚吧？是不是啊，小和尚？孟郎，你是小和尚吗？居然有人把你这个风流倜傥的少年说成是小和尚，真是笑死人了！孟姑跟我说的话都被童老听见了，这些话怎么能被别人听到呢？哎呀！只怕，多半是，或许，我孟郎，你快回答我，你是小和尚吗？啊，孟郎，不是。好了，孟郎，你别急呀，过几天你就能和你的孟姑相见了。这些天呐。你的孟姑茶不思，饭不想，坐立不安，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你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想不想她呀？啊，我想她。孟郎，
果然是个风流少年。你上来呀，让我也瞧瞧你这风流浪子是个什么模样。我只是个丑和尚，怎么说得上是风流浪子呢？哼，这不是笑死人了吗？姥姥大敌当前，还有闲情拿我开玩笑？也许是有什么特别用意吧。贱人，敢偷袭我！师姐，师妹这招怎么样？还望师姐指点一二。往哪里跑？姥姥，快！第二种法门出招！什么？你是谁？怎么会用天山六阳掌？谁教你的？什么天山六阳掌？你还敢不承认？第二招阳春白雪和第7招阳关三叠，都是本门不外传的秘技。到底是从哪儿学的？快说！阳春白雪，阳关三叠。这位孟郎既负中原武林第一风流浪子之名，种种纨绔子弟的勾当无所不会，无所不精，因此才投合无崖子师弟的心意，收他为关门弟子，诛灭丁春秋，清理门户。孟郎，这话是真是假？我姑姑问你话，为何不理？啊，我。好，这招阳阁勾天，内力既深，用的也熟。我师兄无崖子把他所有的武功都传给了你，是不是？不，他是把功力传给了我。既然我师兄已收你为弟子，为何不叫我师叔？好，我叫你师叔。童老是我师伯，你是我师叔。既然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就别再深仇不解了。过去的事，就不要再计较了。孟郎，你年纪太轻，这个贼婆子用心险恶，你到一边待着去吧。师妹，姐姐这招如何呀？师姐啊！不要先动手！小贼，你敢跟我动手？不是，姥姥，我劝你念在同门之谊，手下留情吧。孟郎，我没伤到哪里，你闪开！姥姥，你怎么了？这个贼婆娘奸诈的很，我这一掌未必打得死她。姥姥，
你还说他没死，连气儿都没了。我倒不信。你好狠的心呐！姥姥，姥姥，师姐，你真的死了吗？姥姥，我可不信。我这一生在你手下吃苦太多，你休想用装死来骗我上当。你还下此毒手！我不跟你斗，只求你别碰姥姥的尸体。神功，敢袭我功力！臭小子，敢坏我好事！你没死啊！死在谁的手上？先死！师叔、师伯，你们别再打了！师伯，小和尚，千万不要运气，否则自寻死路，知道吗？师姐，反正我们两个老太婆已经没有功力了，你就放孟郎走吧。多嘴！我做事要你管吗？小和尚，我本来是想放你，可是他想做好人，我偏不放了。
你是死在他这句话下的，知道吗？师伯，师叔，你们两个别再打了，我好热呀！我好热呀！哎呀！我好热呀！咱们3个人死里逃生，这架万万不可再打了！不行不行，别打了！见人不死，我绝不罢休！师伯，师伯，不可，不行！二位，哎呀，不可呀！师叔师伯，你们肚子饿不饿呀？要不要吃点东西呀？这样就好了吧？那我去找点东西吃啊。你们两个千万不要再打了，啊！不要再打了。师伯今年已96岁，师叔也有88岁了。这么一大把年纪，竟然如此看不开，火气都这么大。我看我还是哪儿也别去了，就在这里守着他们吧。贤侄，把画拿来给我看看，我就不信师兄会画这个贱人。哦，别给他看，我要亲手杀了他。要是气死了这个贱人，岂不是便宜了他？哼，好，那我不看也罢。你既然不想让我看，只恐怕画中的肖像并不是你。师兄丹青妙笔，怎么可能画你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侏儒呢？你贱人！你说我是老太婆，你终于不行了吧？师伯、师叔，你们两位最好好好的休息一下，别再劳神了。不行，师伯，嘿，快，把这管子弹到天上去啊！快！我的信号啊！师叔，不好了！师伯有帮手来了，让我背你逃吧！来，师叔，师伯，他死
了。嘿，小贱人死了，我大仇报了。他比我先死了。参见尊主，属下来迟了，真是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。你们以为我死了是不是？谁也不把我这老太太放在心上。哼！没有人约束你们，你们就能无法无天，逍遥自在了，是不是啊？属下不敢。不敢？要是你们把我放在心上，怎么就来了这么几个人呢？自从老尊主离宫之后，其实属下个个焦急的不得了。放屁！是。看你们几个风尘仆仆的来找我，这3个多月也吃了不少苦吧？能为尊主效力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我练功未成，又遇上了贼贱人，被他打断一条腿。幸好有我师侄虚竹相救啊！先生大恩大德，小女子纵然粉身碎骨，也难报万一。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各位姐姐，起来！他们都是我的奴婢，你怎么能自恃身份？不敢当啊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咱们那只宝石戒指被那贼贱人抢了去，你去拿回来。哦。你是逍遥派的掌门人，我又已将生死符、天山六阳掌、天山折眉手的功夫都教了你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缥缈峰灵鹫宫的公主，缥缈峰9天9步的奴婢，生死都由你。姥姥。这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！姥姥，什么万万不可？还不快向新主人叩头！叩见新主！这个不行啊！这个我怎么能做你们的主人呢？啊！我都快死了，你还不答应吗？姥姥，这个我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。你不想见那个孟姑了吗？啊！你想见她，就得答应我做灵鹫宫的主人。好，来，去把那幅画拿给我，让我撕烂了。我了无牵挂，就会指点你去见孟姑。姥姥，你看，不是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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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姥姥，姥姥，姥姥，尊主，尊主，尊主，师姐，
究还是你先死一步啊？到底还是我胜了啊！你没死啊？我怎么会在他之前死去呢？贤侄，把那幅画拿来给我瞧瞧。我要知道这老贼婆子为什么又哭又笑的死去。哦。你们这些银烛之光，也敢跟日月争辉吗？别打！贤侄，你师伯的武功是很好的，只是有时候他不大精细。他的救兵一到，我哪里还有抵抗的余地？自然只好诈死。哼，他终究是死在我前面了。他这种死法却是装不出来的。是他？怎么会是他？怎么一个说不是他，一个说是他？这画上的女子到底是谁呀？是他。师叔，怎么了？你看，他嘴角边有一个酒窝，眼睛旁边有一颗黑痣，是不是？哦，是啊。这是我小妹。啊？是你小妹？我小妹长得跟我十分相似，只是她有一个酒窝，我没有；她有一颗黑痣，我也没有。哦，这老贼婆子说师兄为她画了一幅肖像，朝夕不离。哼，我从来都没有相信过。唉，只是没有想到。这画中人竟是我小妹呀！到底这幅画你是从哪儿得来的？是乌鸦子老前辈临死前的时候给我的。师姐第一次看到这幅画，以为画中人是我。一来因为相貌甚似，二来因为我和师兄一直很好。何况当时师姐和我相争的时候，我小妹才11岁，她怎么会疑心到她呢？可是她全然没顾画中人的酒窝和黑痣。刚才师姐看到画中人是我小妹，不是我，所以她连喊3声，不是她。唉，师姐是喜极而去的呀。原来师伯和师叔都对我师父一往情深，我师父心中却另有他人，不知师叔这个小妹是不是还在人间？师叔，你的小妹是不是住在大理无量山中啊？当年我和无崖子师兄住在大理无量山剑湖之畔的石洞中。
逍遥快活，胜过神仙。师兄，我就在这儿，你为何不看我？哦，好。师兄啊，师兄，你聪明绝顶，却也是痴情绝顶。你为什么爱上你自己手雕的玉像，却不爱这个会说会动会笑会爱你的师妹呢？现在我才明白，你心中真正爱的是我的小妹。师兄，你把洞中的玉像当成了我小妹，要不然痴情的你望着她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我终于明白了。贤侄，我有个女儿，是跟乌鸦子大师兄生的，嫁到了苏州王家。如果你有空，哎，算了。师叔，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。算了，他是不是活在人间，尚未可知。更何况，我连自己的事都管不了。师姐，我们俩都是可怜虫，都被那个乌鸦子给骗了，被他骗了。要不要把老尊主送回灵鹫宫隆重安葬？好，应该是这样的。这位是你们尊主的同门师妹，他们生前虽然有仇，但是此时仇怨已解。我看，不如把她也运回去一起安葬了吧？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好，
谨遵吩咐。请问，不知该怎么称呼？老尊主叫我小鱼，你尊主随便称呼我就可以了。我不太习惯别人叫我尊主，以后大家平辈相称好不好？好啊，那从今以后我们就改叫你主人吧。还不赶快叫主人？是主人。好吧，那我们上路吧。好，上路。赶快去召集附近姐妹们，速来拜见新主人。去吧。是。你呢？速回宫报信，让留守的姐妹们也来拜见新主人。是。小心呐！启禀尊主，36洞72岛的人大胆造反，正在攻打本峰。郡天部不少姐妹被他们所伤。那可怎么办啊？主人，这是郡天部的程姐姐，只怕她性命难保。醒啊！他应该没事了。多谢主人救命！各位施主，快请起！不对，各位女子，哎呦，不对，反正快请起啊！现在最重要的是平息叛乱，不要再耽误时间了，好不好？是，请遵主人吩咐。是啊，就听主人的。你们几个护送老尊主，其他的人跟我上缥缈峰。是。快请起，不用多礼了，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走。铁索桥被人砍断了，怎么过去呀？大家往后退，往后退。玉婆，借我见识一下。主人，你要小心点。大家在这儿歇一歇，我去前面看看。
时间，我们再慢慢说吧。好，我给你们打开机关，接你们过来。说，盗贼婆藏宝的地方到底在哪里？说不说？云道主，有话好说嘛。说，你这样对一个妇道人家，会不会太无礼啊？我出手一定要轻些，千万不能再杀人了。臭贱人，再不说我打死你！段公子，我劝你还是少管闲事。说，你知道当初这帮臭贱人是怎么对待我们的吗？风水轮流转，我今天让这帮臭女人知道我的厉害。我乌老大岛上有17种刑具，我要在这帮臭女人身上一件一件的慢慢试。哎，我听说黑石洞岛上的刑罚比我们的厉害，不妨让大家开开眼界。对呀，让大伙来比划比划，哪个最知道的刑法能把这些贱人整得最惨。来救你们的，别做梦了！你们的童老已经被他的师妹李秋水给杀了。胡说八道！尊主武功盖世，普天下谁能杀得了他？你编的这鬼话来骗我们，不过是想套出生死符的解药藏在哪儿？鬼话，我是亲眼所见。你们的童老已经在西夏国都城外送了命，不信，你看那是什么？李秋水把童老剁成了8块，不是随手捡了1块。你仔细看看，是真是假？看呐，你们看清楚！就算他老人家先去了，你们的生死符照样解不了。1年之内，你们个个都要受尽折磨而死。你给我仔细听着，你要再不说出来，我先送你上路。臭丫头！说，再不说，我让你尝尝生死符的厉害。说，哎呦，啊，宋秋，童老，我们是童老回来了。童老，胆胆的，别鬼鬼祟祟的，让包大爷来看看你的武功。哎，三哥。这家让给我，我来领教天山童姥的厉害。三哥、四哥，多谢英雄相救。哦，不用，不用，你们是军天部的姐妹吧？正是。你们阳天、朱天、昊天的姐妹已经到了接天桥边，你们赶紧派几个人过去接他们吧。多谢相公。
告。走，去见一爸爸姐妹。你们赶快坐下歇息，坐下歇息。别躲躲藏藏的，我和你风四爷就在这儿，有本事出来，我们等着接你的招呢。就凭你们两个，也敢在这儿撒野？小和尚，你捣什么乱？慕容公子，是这样。哎，吴老大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小和尚。童老来了吗？哎，吴先生，你刚才不是说童老已经仙逝了吗？再说，我现在也不是什么小和尚了，哎呀，说来惭愧。童老到底死了没有？是谁派来的呀？你先放开我！童老他却已仙逝，他的遗体已经运到了接天桥边，待会儿大伙儿就可以一同见到他的遗容了。小僧来这儿是给童老办后事的，各位都是姥姥的旧部，我劝各位不要再积怨恨，以前种种的什么仇怨就一笔勾销，好不好？一笔勾销，你说什么东西？凭什么这么多？各位，就算跟童老真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他人都死了，就不要再怀恨了吧。口口声声老贼婆，未免也太难听了吧？哎，吴先生说的对，童老确实死在他师妹李秋水的手下。哎，人生如梦幻泡影，姥姥她老人家虽然武功盖世，最终也难免功散气绝，化作黄土。吴老大，放开！再不放开，要你的命！好小子，算你狠！吴老大记住今天的事儿。吴老大，来日不论你出什么题目，我接着就是了。这不是王姑娘的画像吗？哎，可惜我没有这么一幅王姑娘的画像。日后和她分手，朝夕和画像相对，倒也可以稍微相思之苦啊。小秃驴，老贼婆临死之前都跟你说些什么？你是问姥姥临死之前说过些什么？对。他说，不是他，不是他，不是他。大笑了3声，然后就咽气了。你什么他妈的不是他，哈哈哈呀！他到底说了些什么，臭小子？这位前辈，你提到他老人家的时候，最好稍存敬意，不要胡言乱语。我就要骂他老贼婆，怎么样？我砍死你！阁下为何出手偷袭我？这位小兄弟怕是唯一知道如何解生死符的人。老兄要是一时兴起把他杀死，众位兄弟身上的生死符催起命来，老兄如何交代？老子要杀就杀，关你屁事！哎呀！小兄弟，
童老临死之前，除了说不是他和大笑3声之外，还说了些什么？这个，小兄弟，童老到底说了些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卓不凡一定不会亏待你。哎，你当真不说？不好说。我这门派中，就只老夫孤家寡人一个。自会剑门3代62人，33年之前，便给天山童姥杀得干干净净。这些人武功了得，我得想办法把他们招到我的门下，日后广府打燕国就更有实力了。小兄弟，我这几招剑法传给你如何？卓先生，童老的遗言只跟我一个人有关系，还跟另外一个人有关系，但是跟在座的各位实在是没有半点关系。你的剑法虽好，我不想学。竹剑，你先从密道回去救宫，把机关打开，封死厅门，把这帮叛贼一网打尽。记住，大厅里有个叫虚竹的，是我们的新主人。去吧。好。这个，小兄弟，你的心事我全知道。郎才女貌啊，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这样吧，由我全力主持，将这位姑娘配了给你做妻房，即刻在此拜天地。今晚便在灵鹫宫中入洞房。先生，您误会了，您千万别误会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是人之常情，何必怕羞呢？这事儿报在老朽身上。干公子，王姑娘，你快躲开，让我打他一阵子。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居然不自量力，来做护花之人。小兄弟，看中这位姑娘的人可着实不少啊！我先动手给你除去一个情敌，如何？哎，不可！段公子，你怎么样了？段公子，我希望你和慕容公子百年齐眉，白头偕老。卓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位段公子是好人，你不可以伤他的性命。小公子，母亲，小公子。你的伤是皮外伤，2、3天就好了。王姑娘，你是为我流泪吗？我段誉有今日，就算他在刺我10剑，也是值得的。臭小子，你太多事了啊！别！朱先生，好的。
生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啊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！小僧行事鲁莽，还望先生海涵，海涵。佩服！不，佩服！不。站住！灵鹫宫这地方是你要来便来，要去便去的吗？奴婢迎接来迟，请主人恕罪。姐姐快请起，请起。奴婢逐谏禀告主人，现在灵鹫宫的大门已封闭，各处机关均已启动。这些大胆造反的奴才如何处置？请主人发落。我臭小妞，撒什么野？你嘴巴最好放干净点。上来呀！三哥，你没事吧？妈的，灵鹫宫的人下手真硬，要不是我躲得快，我这胳膊就完了。快，别让他们跑了！你们这两个叛贼，还不乖乖扔下兵器，听候主人发落！发落？刚才是谁躺在地下等着发落？不是我们吧？哼，奶奶的！这灵鹫宫处处透着邪门，老子倒要看看你们到底有多大本事！好，那今天就成全了你们！追！我好了，我身上的生死符解去了。恩公在上，请受在下一拜。这可不敢当，快请起，快请起啊！哎呀！你们都起来啊！快起来啊！你们都起来！徐先生，求求你了，你救救我们吧！啊，求求你了，你救救我们吧！啊！大家不要再吵了，不要再磕头了，咱们就请虚竹先生戒毒救命吧。主人答应给你们解除生死符，那是他老人家发慈悲。可是你们大胆作乱，害得童老离宫下山，在外仙事。你们又来攻打缥缈峰，害死了不少姐妹，这笔账又如何算？这位姐姐说的对，我们罪孽深重。虚竹先生，我们甘愿受到你的责罚。我。收阵！老四，我挡着他们，你去接公子和王姑娘出来。好。收降。怎么还不走？走不了了，今天被封死了。啊！甘受虚竹先生责罚，甘受责罚，甘受责罚，甘受责罚。竹简姐姐，你说该怎么办？这些都不是好人，害死了军天部那么多姐妹，非叫他们偿命不可。姑娘，我们做错了事，现在已经是后悔莫及了。求姑娘大人大量，向虚竹先生美言几句，美言几句。这些朋友要来攻打缥缈峰，小弟一直极不赞成。只不过说干了嘴，劝也没有什么用。现在小弟要向仁兄讨个差事，就由小弟来责罚他们一番，如何？好啊，段公子，你是读书人，懂得道理多，
你肯出面料理，小僧感激不尽。好，众位所犯过错实在太大了，在下定的罚则一定不轻。第一，大家必须在童老灵前恭恭敬敬磕8个响头，忏悔前非。磕头之时，倘若心中咒骂童老者，罪加1等。这条罚得好。别说800个都行了。第二，大家必须在君天部诸位死难姐姐的灵前磕头，默念忏悔，还得在身上披块麻布，扶丧致哀。我们一定照办。第三，大家必须永远臣服于灵鹫宫，不得再生异心。虚竹先生说什么，大家便得听从号令。不但对虚竹先生要恭敬，对灵鹫宫的姐姐妹妹们也要客客气气，化敌为友，不得再动刀动枪。倘若有哪位不服的，不妨上来和虚竹先生比划比划，看是你厉害，还是他高明。段公子定的3条法章，我们一一照办。段公子给我们定的惩罚简直太便宜我们了，不知还有什么吩咐？没有了。在下定的这3条罚则怎么样？太好了，谢谢段公子。主人，你是灵鹫公主，无论说什么，婢子们都得听从。你气量宽宏，饶了这些奴才，这是他们的运气。我还有几句心里话，不知道该不该说。36洞72老一向是缥缈峰的下属，尊主有什么吩咐，谁也不敢违抗。段公子定的3条罚章真是宽大之至啊！尊主定有什么责罚，我们甘愿领受，甘愿领受。在下年轻识浅，只不过是承童老只练了几手功夫，尊主2字实在是愧不敢当。我有2点意思，这个也不知道对不对啊，还请各位琢磨琢磨。尊主真是宽宏大量，赦免了我们的重罪，又对我们这般谦和，我们众兄弟愿肝脑涂地。对。尊主有令，就请吩咐。哎，是，在下如果说错了什么，请诸位不要这个见笑啊。第一嘛，在下出身少林寺，本来是个小和尚。诸位以后行走江湖之时，请不要向少林弟子们为难。这是在下的一个请求啊，不是什么命令，不是命令啊。尊主有令，今后我们众兄弟在江湖上行走，碰见少林寺任何师傅，不可得罪，否则严惩不赦。遵命。在下真的是感激不尽。这个第2件事呢，就是请各位体念上天好生之德，我佛慈悲为怀，今后不要动不动就伤人啊、杀人啊，和气为贵嘛。君主有令，灵鹫宫属下众兄弟不可随意伤人，否则严惩不贷。在下当真是感激不尽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今后各位多做好事，不做坏事的话，那也是你们自己的功德善业，必会有无量福报的。哎，竹简姐姐，现在事情既然已经平息，那就请你把大门的机关给撤了吧。是。吴县长，你的生死符种在哪里？我先帮你拔除了吧。多谢尊主。哎，吴县长，快请起。对了，你上次那个肚皮上的那个眼下我们不宜多数强敌，再和灵鹫宫结缘，得快去把那2个人叫起来。我们得赶快想办法
把这个毒解了才好。各位，这只是一场误会。走。恭喜兄台执掌灵鹫公一派。今日在下我等不慎得罪了缥缈峰，好生惭愧，还望兄台海涵，不至于怪罪于我。哪里，公子文武双全，英雄了得，在下很是仰慕。今天一切都是误会，哪谈得上什么罪责呀？那就好，在下还有要事要办，就此告辞，就不多叨了。走吧。慕容公子，请留步。怎么，虚竹先生有什么指教吗？哦，不，我哪敢有什么指教啊？我只是想，想请公子在这儿多待些日子，也好向公子多多的请教。哼，在下知道虚竹先生身怀绝技，但我自命还有些本领，还不至于怕了你。既然虚竹先生想留下我等请教，那么就请你现在出手吧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留下。不，公子误会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这个，我这个人笨得要命。我看小师傅留我们是假，要留美人是真吧？你何不直说想留下王姑娘呢？你在说什么？我留什么美人啊？这和王姑娘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这个小兔贼，少装傻！你逼迫着大大小小100名女子做你的妻妾情妇，还嫌不够啊？你竟敢打我家王姑娘的主意！我告诉你啊，王姑娘是我家慕容公子的人，你癞蛤蟆莫想吃天鹅肉，死了这份亲吧你！我没这个意思啊，我们走。哎，公子慢走。怎么，阁下还想亲自指点几招吗？哦，不是，这个我，哼，走。哎，王姑娘。段公子，再见了。是，再见了。哎，不，王姑娘，我还是跟你走好了。尊主，要让他们就这么下来缥缈峰，咱们多没面子啊！请尊主下令拦截他们。我真是搞不懂，他为什么忽然之间生这么大的气？兄台，你我是同病相怜呢。同病相怜？
段公子深爱王姑娘，却又不能和她相伴，正和我跟梦姑一样啊！段公子，你又是怎么知道我跟她的事情啊？啊？你随身都带着王姑娘的画像，这份情谊谁还看不出来呀？啊，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这种事情堂堂正正，情之一物，只讲缘分。这一别之后，只怕无缘再见到了。兄台，你我同是天涯沦落人呢。是啊。佛说，万法缘生，一切都讲缘分。没错啊。那缘分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！一别之后，茫茫人海，到哪儿去找去啊？公子爷，不用长吁短叹，这些江湖人未必会真心归附于那个小和尚。来日我们兄弟再去拜会他们一下，我想会有不少人愿意为公子爷的大业效劳的。机会已失去，就再难抓住了。本想利用这次机会，让这些人为我所用，谁知半路杀出这个小和尚。最可恨的是段誉那小子，装疯卖傻，处处使我难堪，真恨不得杀了他。表哥，你错怪段公子了。他这人虽然有点傻头傻脑的，但人还是不错的。他绝对不会故意给你难堪的。私下里，他总是跟我夸赞你。谁让他来夸赞我？表妹，你对段誉的印象不错嘛，还说私下里，你们两个私下里常在一起吗？难怪你们刚才告别的时候依依不舍的样子。表哥，你冤枉我。争来争去，咱们也争不出个所以然来。依我看，要想做丐帮帮主，首先要在武功上一压群雄。咱们不如在这儿设个擂，谁能连胜10阵，谁就是咱们丐帮的新帮主。好，全都出擂，那就设擂吧。对，手底下见真章。谁有本事就上台，打赢了我们就由他做帮主。好。好，全呢，就依你。我看你对帮主的位子早就有意思了。来来来，先和老子比划比划。西长老太抬举我了，全冠卿自问不是当帮主的材料。但为了振兴丐帮，全某愿竭尽全力辅佐一位少年英雄成为帮主。是谁？来，兄台，为你我2人的这份痴情，咱们再干一杯。好，来，这。出家人是不可以饮酒的。段公子，佛家、道家，万法只讲一个缘字。你我既然有缘，这酒戒破就破了。达摩祖师有言：
终生无我，苦乐随缘。可是，在我心中，为时盼望这个缘字能够停的时间长一点。世上谁不是如此期盼呢？唉，有道是得失随缘，心无增减。话虽如此，但谁又能修到如此境界呢？哼！虽然我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但是在我心中，我始终对他念念不忘。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他。能，不管天高地远，我都会追随在他的左右。只要我心里有他，不管多远，都能够找到他的。来，来。这已经是第12场了，怎么样？还有谁不服？要来和这位英雄较量一下？好，既然没人应战，那么这位庄少侠就是咱们的新帮主了。慢，历届帮主都必须持有打狗棒，现在打狗棒不在丐帮当中，我看还是等先找回来，再议帮主不迟。对，副庄长，大家看，这是什么？熊关清，这打狗棒怎么会跑到你手里头啊？上次在天宁寺，我解毒后第一个就想到了他。皇天不负苦心人，终于让我先找到了，要不然又让乔峰那狗子给夺走了。参见新帮主。参见帮主，参见帮主，参见帮主。仁兄啊，我呢有位一结金来的好兄弟，姓乔名峰，他是个大英雄，真豪杰。不管呢是武功还是酒量，无双无对。你呢见到了他也会佩服他的。好，只可惜啊，他现在不在这里。要不然呢，我们3个结拜成兄弟，真是平生快事啊！段公子，你要是瞧得起在下，我们就结拜为兄弟如何？日后我们碰见乔大哥，我们就再拜一次。兄台今年多少岁呀？说来惭愧，虚度24。啊，那就比我大3岁。请受小弟一拜。我也拜。拜。
主人早。主人，请漱口。哦，好。哎呀，这挺好喝的啊。主人，这……哦。没见服侍主人穿衣。啊，不用，哎，有劳二位姐姐，这个更衣呢我自己来就行了。哎，我三弟呢？就是段公子，他去哪儿了？啊，段公子已经下山去了。临走时让奴婢禀告主人，说等主人把灵鹫宫中诸事安排妥当后，请主人赴中原相会。哦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衣服呢？主人昨晚醉了，是我们姐妹服侍主人更衣的。啊？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这个酒戒啊，是佛门第一戒，以后还是少喝为妙。我恐怕连洗澡都给忘记了。主人昨晚醉得不省人事，是我们姐妹扶持主人洗澡的。什么？对啊，是我们帮主人洗澡的。啊！哎，坏了！哎呀，大事不好！哎呀，我是个男人，在你们两个女人面前赤身露体的这个，哎呀，阿弥陀佛，罪过！主人出什么事了？罪过！阿弥陀佛！哎呀，出去！这衣服我自己来穿，你们以后不要管我了，我自己穿就行了，用不着你们管我。哎呀，快走！你们快走，我自己穿。两位姐姐，你们怎么了？你们哭什么呀？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，得罪你们了？主人要我们姐妹出去，不许我们服侍主人，一定是讨厌我们了。哎，不是，哎呦，哎呀，我说什么好呢？我这个人也不太会说话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说也说不清楚。这个呢，我是个男人嘛，你们是姑娘，男女他，哎呀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他。好，我不责怪你们了，你们起来吧，我不责怪你们了啊！你们回来吧，啊，来，回来吧。那我们帮主人更衣洗脸。啊，好。石室中有数百幅先主留下的图像，奴婢曾听姥姥说，这些图像与生死符有关。我们带主人去看看吧。不是有危险，这是本宫重地，婢子们不敢擅入。啊，没关系，一起进来吧。这道这么窄，站着多不舒服啊！走。主人，姥姥仙逝前曾经对我们姐妹们说，如果我们专心练功，又不犯过错，到我们40岁时，就许我们每年到这石室中一日。但是那是20年以后的事了。啊，还要等20年啊？到那个时候你们都老了，还练什么武功啊？一起进来吧。谢谢主人。
这是天山折眉手。主人，咱们还是先看假意图吧。两位姐姐，你们怎么了？啊，怎么了？主人，我们功力低微，不能看这里的图形。我们在外面伺候。两位姐姐，两位姐姐。多谢主人为婢子治伤。好端端的，你怎么说你受伤了？主人，这些图谱上的武功太深奥了，需有深厚的内功为基础。婢子们自不量力，照着假意图中所示一练，真气不足，立时便走入了经脉岔道。若不是主人相救，我们姐妹只怕就永远瘫痪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可我练了一会儿，反而觉得精神大振了。主人功力深厚，当然不怕了。当时36洞、72岛那些奴才们逼问藏宝时，我们本想将他们引进地道，只是怕这些奴才们一见到石壁图解，那就疑惑无穷了。早知道如此，让他们进来反倒好了。那这样，两位姐姐出去休息一会儿吧。是。我来灵鹫宫已经有3个多月了，我
我在这儿实在住不惯。主人，是不是我们哪里没扶持好你？啊，不是，两位姐姐误会了。两位姐姐，我怎么说呢？我是个和尚啊。我从小就在少林寺长大，少林寺就是我的家。我真想回去看看。庄帮主，你在想什么心事呢？啊，全大哥，不瞒你说，我这个帮主全是你让我当上的。可其实我并不想当这个帮主。你胡说！帮主，你信得过我全冠清吗？啊，我一切都听大哥的。好。有什么心事可以告诉我吗？全大哥，我其实只想2件事，一个是杀了我的仇人乔峰，另一个刚说完信任我，话到嘴边又缩回去了。阿紫姑娘，我只想和她永远在一起。庄少侠，我虽然认识你不久，但我看得出你是胸怀大志的人，一个丐帮帮主，绝不是你的目的。实话告诉我，你想不想统一武林，做武林盟主？武林盟主？我哪儿做得了啊？再说，我也不会做呀。这上面是丐帮一些人的名字。除掉他们，整个丐帮才会真正控制在你的手上，然后你就利用丐帮的势力挑战少林。只要打败了少林，你自然就是当之无愧的武林盟主。到那个时候，别说消灭乔峰，得到阿紫姑娘的芳心，就是统一天下做皇帝，也未必不可能啊。两位姐姐，这几天我想通了。我自幼是个孤儿，一直住在少林寺，是师父跟方丈把我抚养长大成人。我要是这么离开少林寺的话，太忘恩负义了。我必须回少林，向方丈和师父们领罪，这才合道理。主人，你不能就这么走了，林舅公还要你来当家呢。是啊，主人，我们姐妹是来服侍你的。你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啊！你要是不要我们了，那我们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我没有，我没有这个意思啊！我犯了很多戒，我必须回少林寺领罪，要不然，主人！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主人，请你留下来吧。你要是离开我们就长跪不起。主人，你不能离开林舅公啊！你要是走了，那林舅公怎么在江湖上立足啊？主人，你不要抛弃我们。对呀，这么多姐妹还需要你啊！你不能走。你们不要这样好不好啊？你们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也跪下了，我也给你们跪下好了。主人，你快起来！这样就对了吗？我一切都想好了。宫里的事情，于婆和你们都比我清楚，我在这儿也没什么用。哎，如果有什么事啊，你们自己商量决定就好了。啊？
们也要跟你回少林，好继续伺候你啊。简直是胡闹嘛！我回少林寺只重新做和尚，和尚怎么能有侍女呢？再说少林寺不让女人进的，所以你们不要胡思乱想了。好了，就这样好了，我还有瓜头呢。让奴婢帮你。公子爷，你过来看看。撤！谁杀的？你们是谁啊？啊，我们也是武林中人，偶然路过这里，发现有人被杀了，进来看看。请你们转告丐帮的吴长老，告诉他，杀我们的人是丐帮的庄巨贤，叫吴长老自己也要小心。我叫于大友。啊，你放心，你这话我一定转告。还有，我这有一张西夏的榜文，一块交给他吧。就说，哎。一切有劳大家了。主人，如果你在少林寺待不习惯的话，就请你早点回来。我们灵鹫宫所有的部众，永远听从您的吩咐。梅剑跟竹剑到哪里去了？我想，大概那两个丫头都到房间里哭去了。小二哥，师傅，茶钱啊，谢谢您慢走。师傅，虚竹，我看你从小忠厚老实，怎么会如此的不检点呢？
师父在上，弟子深知罪孽深重，只不过……你犯戒太多，我也没有办法替你开脱。你自己去到戒律院领罪吧。是。弟子虚竹恳请长律长老赐法。长律师叔有事正忙，你先在这儿跪着等着吧。是。公子，啊，公子爷，这上面到底写了什么？从树林一出来，这一路上你没说一个字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虚竹啊，这几天寺里正有大事，长老们都忙。我看你已经跪了这么久了，却有悔悟之意。这样吧，你先到菜园子去挑粪劈柴，等长老们有空了，再按照你犯戒的轻重来处罚你。是，多谢慈悲。公子爷，这上面究竟写了些什么呀？西夏公主要招选驸马，上面写着，不论宋辽、大理、吐蕃还是西夏，只要年纪合适的未婚男子，都可在中秋时节到西夏的都城参选驸马。哎，公子的意思是？据我所知，西夏王年事已高，西夏也没有子嗣。如果我做了西夏驸马，等西夏王100年之后，王位必由我来继承。到那时，西夏国和我们原有的实力加在一起，推翻大宋就大有可能。然后我再扫平大理、辽国，西征吐蕃，开创一个万世基业。妙计呀，公子！那我们就不把榜文交给丐帮了。不，西夏榜文一定会四处张贴，倒不如索性做个人情，大大方方的将榜文交给丐帮吧。啊，哎，公子，我们去西夏，那王姑娘怎么办？想个办法把她哄回姑苏就是了。放心，这事儿由我来跟她说。小僧虚竹违反本寺戒律，戒律院师叔罚我来菜园挑粪劈柴。犯了什么戒啊？犯戒太多，一言难尽。哼，什么一言难尽呢？你一件一件的都跟我说清楚。哼，别说你这么个小和尚，就是达摩院罗汉堂的首座犯了戒，只要是罚到我这个菜园子，哼，那也得听我的。我瞧你脸上红红白白的，一定是偷吃了荤腥，是不是？是。还偷喝了酒是吧？是。你好大的胆子呀！灌了点黄汤，想必你就心猿意马了吧？这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这8个字肯定被你抛到脑袋后头去了。你心里想没想娘们儿啊？我看你不止想了1次，至少也想了7次8次了吧？小僧在师兄面前
不敢撒谎，不但想过，小僧还犯了淫戒。你好大的胆子！你竟敢败坏我少林寺的清誉！哼！我问问你，你除了犯了淫戒，还犯了什么戒啊？还杀过人，而且还杀了不止一个人。师弟好本领，咱们少林是天下武学之源，师弟又常在外边行走，除妖卫道，失手伤人在所难免啊！不知师弟练的是哪门功夫啊？说来惭愧，小僧所学的少林武功已经全都被废了，现在一点也不剩了。师弟，咱们这儿的规矩，凡是犯了戒律，手上沾过血腥的僧侣，做工时必须戴上手铐脚镣。不知师弟肯不肯戴啊？如果不戴，我去向戒律院求求情啊！不，规矩如此，自当遵从。好，好。师弟，委屈你了啊！来，忍受啊！崔和尚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没想到你这小小的年纪，竟敢如此胆大妄为，什么戒律你都要犯上一犯啊！我今天非要教训你不可！你现在就给我劈柴去，啊！你今天要是不把这些柴劈完了，你别想睡觉。哼！啊呸！是。表妹，表妹啊，还在生表哥的气啊？表妹，那天表哥说话是过分了。表哥给你赔罪了啊！表妹，你可别怨表哥。我一看到你和段誉那小子在一起，心里老大不舒服。再加上那天心情不太好，一时急了就信口胡说了。表妹啊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表哥，原来那天你是因为我，你才……好，表妹。你在表哥心里永远是冰清玉洁、聪明可爱，我绝不让任何人把你从我身边夺走。哦，表妹啊，你看，你出来这么久了，舅妈一定会惦记你的。我看呢，明天我送你回姑苏曼陀山庄吧。啊，不，表哥，我想跟你在一起。哎，胡说！这些日子你也看到了，江湖上人心险恶，风云变幻莫测。你万一有什么闪失，你让我跟舅妈怎么交代啊？表哥，既然你知道江湖多险恶，你为什么不回燕子屋，平平安安的过生活呢？为什么一定要四处闯荡？你知道吗？我是多想和你一起在姑苏乡下过太平的日子呀，闲来泛舟太湖，在青山碧水之间了此一生啊！
你身上没有那么重的担子。从大燕颠覆的那天开始，我慕容家的子孙都要为他的光复而劳碌终生，这是我命中注定的事啊。可是谈何容易呀！大宋历朝至今，虽然对外出师屡屡失败，但是朝廷的根基还是很牢固的。要想推翻它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人生匆匆就几十年，你又何必做那些力所不及的事情？放弃身边的幸福呢？大宋未必坚不可摧，我也并非没有机会，一切都要看天意。别的不要多说了，表妹，明天无论如何，我要送你回姑苏，你跟着我太不安全了。你听我说，表妹，不要难过。你放心，等我复兴大燕，坐上皇帝，我一定让你成为皇后，一定啊！我才不想当皇后呢，表哥，表哥，我只想时时刻刻的看到你，我就满足了。可惜，好吧，我听你的话，明天回姑苏。睡觉啊！起来，你给我挑水，浇地去。我可告诉你啊，每天给我挑100担粪水，少一担我打断你的双腿。是。去这边，这边是去。多谢师兄教诲，快点劈！快劈！快！表哥，我走以后，你一定要自己多多保重啊！表妹，你就放心的回去吧，啊，我会的。嗯。包三哥，风四哥，你们早。哎，早。哎，包三哥，他在跟谁生气呀？老包昨天晚上没睡好，心情有点不好。王姑娘，王姑娘，王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段公子。巧啊，你也在这儿啊？是，段公子，真巧啊，咱们又遇见了。是啊，真巧啊！你们这是去哪儿啊？啊，送我表妹回姑苏啊。哎呀，好啊，我们正好顺路，就一块走吧。段公子，
你回大理，我们往江南，这算同路吗？我不回大理，我要去姑苏。上次去得匆匆忙忙的，这次呢，我要好好的领略一番江南的美景。当心呐，别再碰上个吐蕃和尚。上次是火烧了你，这次弄不好啊，活吃了你。哼，不过这次可没有阿朱阿碧再救你了。哎，算了，既然段公子赏脸要与我们同行，大家一起走吧。啊？哦，哎。起来！你来！乔帮主，放开他！是。帮里，丐帮现在好吗？前几天，帮里选出了一位新帮主，不过哦，是哪位英雄啊？是一个叫庄继贤的年轻人，头上戴着个铁头套，古里古怪的。庄聚贤，铁头套，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人啊？是全冠清从外边找来的，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小丫头，这比他还可恶啊！这没几天，帮里上上下下都被他捉弄了个遍，大伙儿提起来都咬牙切齿。要不是怕庄继贤的武功厉害，早就把那小贱人给杀了。小丫头，叫什么名字？有一次听庄继贤说叫什么阿紫姑娘。阿紫，她在丐帮，她现在人呢？庄继贤让帮中的弟子到处发英雄帖，请武林中人齐聚少林，说他要称霸中原，做武林盟主。多谢了。回城。没字儿的脚，尖又小，上头绣着一只白玉鸟，有心用手去捉它，它又飞啦。谁呀？喂，臭和尚，刚才那几下就算是见面礼了。现在我们想请你帮个忙，你要是不答应或者没办好，我们就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，埋在菜园子里当肥料，你信不信？哎呦！